童年的创伤对别人来说是不可见的，甚至受害者自己都识别不出来。大家知道吗？父母化是一种隐形的童年创伤，这是一种迫使孩子承担照顾者角色的创伤，他们必须在情感上表现得像个成年人，而父母会依赖孩子的情感支持，却很少给予任何回报。那些曾经被父母化的人可能会照顾他们的兄弟姐妹，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看到一些可能发生的积极影响，比如高度负责，但也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负面结果。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或别人是否被父母化了呢？好吧，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一个人在童年时期被父母化的7个迹象。1. 喜欢掌控一切的感觉。有小伙伴有强烈的控制欲吗？有时这种强烈的控制欲会控制你的生活吗？按照职业心理治疗师惠特尼·古德曼的说法，这是作为一个孩子被过度赋予父母角色的迹象，就好像你喜欢掌控一切一样。小时候被过度赋予父母角色的人，可能已经习惯了掌控某些决定或情况，这可能导致成年后经常渴望掌控的感觉。2. 从来不觉得自己可以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。有没有小伙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有过难以表达负面情绪的经历？当你的父母经历负面情绪时，你忙于倾听并安抚他们，也许你不想因为发泄自己的情绪而让事情变得更糟。当一个孩子承担了情感照顾者的角色时，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发生。他们只是觉得自己的情绪发泄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所以他们会倾听父母的感受。3. 成长肩负着沉重的负担。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，谁来承担责任？那重担落在你肩上了吗？如果长大后觉得自己必须负责任，这也可能是被过度父母化的迹象。虽然这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，但也有从中得到一些好处的希望。心理治疗师惠特尼·古德曼发表在《今日心理学》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，过度父母化也会培养出一些品质，可能会在你生活的某些领域中对你有益，比如责任感或出色的照顾者能力。但他确实指出，我们必须在责任与周密安排、玩耍与乐趣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。4. 没有任何小时候的记忆。让我们回到童年的回忆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？来点有趣、轻松的童年回忆怎么样？你有很多这方面的回忆吗？你还记得大多数时候感觉自己像个孩子，能够做其他孩子正在做的事情吗？如果追寻不到很多小时候的记忆，那可能是因为你忙于其他的责任，没有了任何童年的乐趣。5. 很难放松和玩耍。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虽然不一定在玩玩具了，但确实很难在快乐的时刻玩耍和放松。一场重要的旅行或比赛会让你紧张起来，然后你发现很难放松，享受发自肺腑的摆烂时刻。这一点连同其他几点可能都是被父母化了的迹象。6. 觉得自己需要扮演和事佬的角色。在争吵中，你是个和事佬吗？当看到别人争吵时，你觉得需要你来维持平和吗？那些被认为是孩子的人必须承担照顾者的角色，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必须迅速解决某些情况或问题，以保持家庭的平和。现在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这种维护平和的责任可能已经转移了。最后一点， 7. 同理心泛滥。在很小的时候就承担起照顾者的情感角色，可以让一个人对他人产生很大的同理心。他们试图站在每个人的角度考虑双方的情况，因为他们也经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。同理心是一种必要的技能和特质。如果觉得自己可以轻松地与他人建立联系，并且由于童年的照顾而具有高度的同理心，这可能是被过度父母化的另一个迹象。单独出现1-2个迹象，可能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被过度父母化了，但如果与其中多个迹象有关，那么问问自己，在童年时期扮演的角色，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想法，是孩子还是负责任的成年人？如果有小伙伴觉得自己已经被父母化了，那么在自己的成年生活中，在周密安排和娱乐之间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，可能是个不错的目标。如果有小伙伴正在与创伤做斗争，向心理健康专家，比如咨询师或治疗师求助，可能是个好主意。认识并承认这些感觉已经是迈向治愈的第一步。
小伙伴们有这些迹象吗？在这支影片之前，知道什么是被父母化吗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如果喜欢，别忘了点赞，并与朋友分享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及时看到更多类似的内容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。